非常感谢，我们有个好消息，我们达成协议了。我相信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好协议，而且我认为您刚才也说了，这可能是任何领域，无论是贸易还是非贸易方面，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大协议。确实如此。这是一项与许多国家达成的巨额协议，因为你们知道，冯德莱恩代表的是很多国家，不是一个国家，这对你来说不容易，因为有很多非常不同的国家，都是很棒的国家，但有些在汽车方面很强，有些在农业方面很强，有些两者都很强，对吧？你们有很多不同的因素，所以我们将采取以下措施：欧盟将同意从美国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，他们将同意在美国投资比他们已经投资的还要多6000亿美元，他们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，你们知道金额是多少，非常可观，但他们将额外投资6000亿美元，他们同意以零关税对美国开放贸易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开放他们的国家。所有国家都将以零关税与美国进行贸易，他们还同意购买大量的军事装备。我们不知道具体数字是多少，但好消息是我们制造世界上最好的军事装备，所以某种程度上你们不得不这样做。我的意思是，在有人超越我们之前，但这是不会发生的。我们在军事装备的质量方面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，你们最近在伊朗看到了，而且你们经常看到，不过都是出于不幸的原因，对吧？所以，这些内容包括7500亿美元、6000亿美元，以及国家开放贸易。我们一致同意，对汽车和所有其他商品的关税将统一设定为15%。所以我们有15%的关税，而且所有欧洲国家都会开放。我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关闭的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根本不进口我们的汽车，也不进口我们的农产品。虽然也有一些小额贸易，但基本上是关闭的。现在开放了，我们的公司可以进去大展身手。我想你们会喜欢他们的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会投入大量资金。军备采购的金额很大，但我们不确定具体数字，最终是多少就是多少。但他们会购买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军事设备，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们会购买7500亿美元的能源，这会很棒。还有6000亿美元的对美的额外投资。我认为这基本上就总结了这项协议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些是主要因素，我认为没有太多其他因素了。另外，我们会相处得非常好，而且我们现在与北约的关系也很好，基本上还是差不多。你知道我的意思是不完全一样，但很接近。基本上是这样，差不多一样，对吧？基本上一样，而且你们也知道，北约的军费开支将从2%提高到5%。我们和北约的关系非常牢固，所以我只想祝贺你们。我认为今天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，而不是浪费时间玩游戏，最终可能一无所获，这非常好。我想接下来请你来说几句，但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，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。我们达成协议了。我们世界上2个最大经济体之间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，这是一笔大交易，非常重要的交易。它会带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，这对我们在大西洋两岸的企业都非常重要。
全面实施15%的关税，涵盖所有项目，包括总统刚才提到的那些投资，都将会流向美国以及那边的消费者。的确，基本上欧洲市场是开放的，有4.5亿人口，所以这是一笔好交易。非常重要的交易。对，谈判很艰难，我一开始就知道，而且确实非常艰难。但我们双方都达成了很好的结论，所以再次祝贺，非常感谢。非常感谢。谢谢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是怎么这么快达成协议的？欧盟有没有参与进来？我觉得我们双方都想达成协议。你知道，你刚才说了一点很重要，那就是这个协议会让我们走得更近。我认为这项协议实际上会让我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这是一种伙伴关系，而且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医药呢？不停。我们有405条款，不包括医药行业。我是说，你知道，很多公司都要来美国，但这和这个协议无关。但是，我觉得你知道，这不是今天才开始的。我们之前开过一次会，我当时也不确定，我说55开。我想你可能也有同感，但这谈判几个月前就开始。所以我们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，最终达成了一个双方都很满意的协议。所以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协议，非常重要的协议，是所有协议中最大的一笔。它将会是所有协议中最大的一笔。所以我们很荣幸能达成协议。你们的团队非常出色，他们合作得非常好，很辛苦。他们付出了长时间的辛勤努力。非常感谢双方团队的贡献。正如我一开始所说，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也非常感谢我们多次的会谈。对，我们实现了目标，这很好。我们成功了，应该会很好。我们成功了。还有人要提问吗？这位女士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欧盟委员会主席：美国在这项协议中做出了哪些让步？美国放弃了什么？如果有的话，我们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双方的不平衡，我们这边是顺差，美国那边是逆差。我们想要重新平衡贸易关系，并且希望以一种能够保证跨大西洋贸易继续进行的方式来实现。因为作为最大的2个经济体，我们之间应该有良好的贸易往来。我认为我们精准地达到了目标，重新平衡，但同时促进双方的贸易。这意味着大西洋两岸都有良好的就业机会，意味着大西洋两岸的繁荣，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。而且能源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。我认为他们购买大量能源是非常明智的，这是非常棒的事。可以解决很多问题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。那钢铁呢？在钢铁方面，你们达成了什么协议？关于什么？钢铁。钢铁保持现状，钢铁和铝等等，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，保持现状。芯片呢？你们在协议中有讨论到芯片问题吗？芯片。关于芯片 ，Howard，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芯片的情况？Well, the expectation is in 2 weeks' time we're going to come out with our chips. 我们预计2周后会公布我们的芯片计划，也就是232条款。这也是欧盟与总统进行这个会谈，试图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我先卖个关子，等2周后你们自己来宣布计划吧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我们将把芯片制造业带回美国。我们会生产很多芯片，很多公司从台湾以及其他地方来到美国。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关税。总统实际上以一种对他们更有利的方式避免了关税，一种更好、更确定的方式，可能也更有利可图，绝对更有利可图，并且从中获益良多。
这是一次非常有趣的谈判，我认为这对双方都有好处。谢谢。我认为你们各个国家对此都非常满意。在美国，有没有哪个行业您认为可能会率先进入之前无法进入的市场？无论是汽车还是其他行业，您最先想到的是哪个行业？我觉得是汽车行业。基本上，之前汽车行业没被邀请进欧洲，或者说，我不知道用不允许是否合适，或者只是你们不知怎么的把他们挡在外面了，对吧？但是汽车会，你知道我们有些汽车业务做得非常好，特别是皮卡和 SUV， 我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，我们有一些很棒的产品，我认为欧洲人民会有更多选择，这会让他们高兴的，所以我认为可能汽车行业会是规模最大的一个。第二个是农业、农民，我们会和主席以及欧盟密切合作，他们也会以极大的热情进入我们的国家，我认为他们会因此赚很多钱，我认为大家都会，我认为而且这会带来团结和友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好吗？你现在关注的小型交易是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你关注的下一个协议是什么？这个问题很有意思，这是个大项目，这是所有项目中最大的一个。我们还在和另外3、4个国家商谈贸易，但他们似乎不明白我寄出那封信的重要性。我们发出的那封信对大多数国家都适用，你们可能做不到，你们可能没有时间和耐心来完成这样的协议。其他的协议可能主要集中在关税方面，我们会尽量降低关税。这些国家通常是小国或者和我们贸易往来不多的国家，但他们已经基本都收到了信，可能会再收到一封澄清信或确认信。没错，将在本周内发出。对，在8月1号之前，关税将会从8月1号开始由那些国家开始支付，好吗？总统先生赶着完成这项协议，是不是为了把爱泼斯坦的故事从白宫抹掉？你在开玩笑？我不是，跟那事儿没有任何关系，只有你才会这么想。我的天，跟那件事毫无关系。这是对欧洲和美国商业都有利的一天。苏格兰的企业，尤其是小型企业，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倒闭。明天你们会见到首相斯塔默，他需要做些什么来帮助英国在苏格兰的商业发展？我觉得大家都会对此感到满意的。英国首相虽然没有参与其中，但他也会非常高兴，因为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团结。你知道，我们和他们有单独的协议，但我觉得大家都会，他会很高兴知道这件事的。他跟你们所有人都很友好。我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他会很高兴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。我认为英国会非常非常高兴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感谢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